好，大家晚上好，睡衣直播啊，咱们就真的是睡衣直播。美西先来点个赞啊，早点起床看回放，感谢。啥时候出个教程教我们自己发虚拟货币嘛？虚拟货币这个事情呢，最近又突然热了一下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后边看有时间吧，咱们讲一下。如果有谁还能想起这事儿的话，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啊。关于发虚拟货币的事情。这个甭管什么意识形态啊，粉红还是反贼，搞钱才是硬道理啊。这个祝老范是早日康复，感谢啊。这把这个TP-Link 前几天还来招模拟集成电路呢，工资给的不高，好吧，挺好的。这么大彻大悟，真的假的？这是讲的哪段？工资多少是不高？哎，这就没法讲了啊。这个祝范老师家人早日康复。我的状态呢是拉肯定是不拉了，上吐下泻这个事儿已经结束了，然后体温还没降下来，还是有一些发烧，然后太太的状态不是很好，没什么精神啊。这个儿子的状态，应该比我还要稍微好一点吧，毕竟他的得病的要早一些嘛。天气转冷啊，大家注意身体。是的，一家都生病了，哎，一看就是不关心我呀。这个我是我想想，礼拜四，对，礼拜四突然接到儿子的这个电话啊，说这个上吐下泻，要去接他回来，然后呢就去接他，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他们那个学校呢是那种，上铺下桌，就是你真的要去吐啊，要那个上厕所的时候，你需要从那个铺上爬下来，这个很不方便啊，所以就还是接回家了。接回家呢，反正还是以这个上吐下泻的很厉害吧。在学校呢也做了一些化验，说是一个细菌性的，但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啊。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结论，开了点药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过了一天吧，然后我们全家就突然都不行了，就都上吐下泻，就是晚上可能凌晨3点起来，然后就突然觉得开始反胃啊，然后坚持了一下到早晨就彻底不行了。啊，这个上吐下泻啊，但是大人的状态就都是，反正上吐下泻了一次吧，主要是吐完了以后他就好一点儿，只是没精神啊，然后身上冷发烧，所以呢，就是礼拜五，就是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就没有了。晚上的节目呢，本来应该跟大家就是好好做节目，好好的去做功课啊，但是这个功课也没有太认真的做，因为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在卧床吧，啊，应该是快好了。聊聊美股吧，惨了。美股有什么可聊的呢？可聊的呢？它反正就是周期波动呗。这个前边这个啊，美联储放了鹰了，它就稍微的波动一下，这个不用太担心。年前找一波工作可以吗？该找就找呗，你如果没有工作，你还非要等到年后吗？想体验面试了，去吧，你会见到什么是人间这个冷暖的。这个老范太拼了啊，也没有，就是找个人陪我聊会儿天挺好的。这个先赞为先啊，感谢感谢。年前赶紧多学习学习美股的基础吧。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年初不到15000到19000家啊，哪里找这么惨的股票？对，就是除了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之外，其他提供的挺好啊。九阳老范啊，日更不断，业界楷模啊，先赞后看，这个是，但是就是用户少了点啊，到现在这个勉强在个上个月底靠这个散人的推荐啊，才达到了6万，然后现在又开始恢复常态，
一天涨个10个8个的这么个涨法，没关系，反正我接着卷吧。TP-Link 有啥核心技术值得被制裁啊？这个待会儿我们来讲一下这 TP-Link 的这事儿吧。过去几年基本招人的不多，今年有点儿不同。今年，还看到很多高薪酬的 IT 工作出来，哎，这倒没注意。这个跑步回来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祝老范和家人早点康复，感谢。TP-Link 没啥核心技术，他家就是，这个储存给的很小啊，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待会儿再说啊，如何看待李老师发币，这个最后吧，因为这个人不太合适啊，这个人比较敏感，这个发币的事儿后边还可以讲一讲。价格战打不过小米这些互联网厂家啊，这个测没测阳了嘛？应该没有啊，上吐下泻应该不是阳的事儿。互联网下场做家用路由器之前，TP 就是第一。老范咋了啊？上吐下泻啊！这个苹果和字节在谈 AI 合作了，咋看？哎，早就应该去啊！这个，但是苹果的事儿，你不到最后一天你不知道，对吧？你还是得等它发布。发币割韭菜还能咋地啊？是。观点啊，就凭一进局子，警察就能把你安卓8个底儿掉。网警随时看你的微信记录啊，TP 被办一点都不冤啊。这个其实跟他不是这关系啊，跟这个关系不大啊。郭文贵又已经玩过一遍了啊，吃坏肚子了，真不知道这个。像我们至少小孩可以吃坏肚子，但我们弄回来以后，肯定大家吃的是一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吃坏肚子呢？这个我觉得肯定还是一种感染吧。太拼了啊！没事没事，感冒不会腹泻，有肠胃感冒啊。赚钱，对他的好啊，这个我们再往后看啊，这个咱们还是聊 TP-Link 吧。TP-Link 啊，这个国内无人机打药，这个大环境会营养吗？我怎么意思？诺如病毒啊，这个反正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测。我刚才吃的是氟派酸，就是我一般是从小到大吃拉肚子就是氟派酸，只要吃这东西就好啊。这个，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快好了。好啊，咱们今儿讲一下这个 TP-Link 的事情啊。TP-Link 呢，呃，首先要讲的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这个事儿呢，不是 TP-Link 本身的问题啊。这个咱们要先下几个结论吧。第一个结论是，你家里的路由器安不安全啊？绝大部分人家里的路由器是不安全的，特别是这个 TP-Link 的路由器啊，尤其的不安全。然后呢，你如果说我买的 D-Link，买的这个其他的什么，这个华硕，买的这个华三，买的这个其他乱七八糟的牌子路由器，是不是就能安全呢？一样不安全啊！这个就是所有人家里的路由器都不安全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为什么 TP-Link 会被拎出来单说呢？啊，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它市场占有率太大了，然后发生各种攻击、各种这个泄露、各种事故的时候呢，这个它占的比例实在太高啊，而且它又是一个中国厂商，它确实就拿它没有办法，对吧？只能是直接把它禁掉。那你说像这种路由器，它为什么会不安全呢？啊，原因很简单啊，就是我们使用的路由器呢，其实是一台电脑。对吧？里头装的是一种Linux 的操作系统，或者说是一种类 Linux 操作系统吧，就是像有些厂家呢是自研操作系统，或者说自己在一些操作系统上做的闭源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修修补补的来去用啊，也还有很多的厂商呢，就干脆 OpenWRT 啊，也是一种 Linux 上面裁剪出来的系统，在这个上面呢再去进行修修补补啊，这个是大家都是这么个干法。然后呢，这些系统啊，都会出问题啊，就是它里头都会每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些 bug，每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些漏洞啊，都会有。然后呢，发现了以后呢，一些比较大的厂商呢会去这个打补丁啊，要求你去升级，升级了以后呢，能把这个漏洞给你补上。然后有一些厂商就是特别像这种TP-Link 这种以低价占领市场，然后又没有那么高的研发投入的公司呢，他们就不太会去关注这件事情。我记得最早的时候，360去做路由器，他说我做安全的，做路由器这事儿肯定没问题，对吧？大家一定会喜欢我们的这个产品。
但是呢，他把这个路由器推向市场以后，发现卖的很差，被 TP-Link 打得满地找牙。后来说为什么呢？后来发现 TP-Link 干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往这个路由器后边加天线。他说你现在这个路由器其实不需要这么多天线，你加这个天线里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但是呢，这个老百姓他就信这个啊。你说我这个是2.4G 的路由器，2个天线，这个 WiFi 5的啊，这个就一定是4根天线或者是5根天线啊。你说我支持这个WiFi 6、WiFi 7，现在好像有 WiFi 7了吧？你就往后边加尾巴就完了。然后谁的天线做的特别多，然后呢特别粗大，特别猎奇，然后大家就买什么，对吧？最后就变成这样，然后做那个巨大的包装盒实际上里面用的什么 CPU 啊，用的内存啊，用的所有这东西都是用的最差的最后把那个周鸿祎气的说算了，破玩了，不跟他们费这劲了，对吧？就是想去教育用户说我们应该怎么去买一个安全的路由器，根本就没人屌他，对吧？那是一个黑客出身的一帮人，说我们来去做安全路由器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事儿那你说大家破解这些路由器干嘛使啊？特别是这种，就是你如果家里买了一个路由器，使了2年到3年，你都没有去升过级，对吧？这个你买任何品牌的路由器，如果你2、3年都没有升过级的话，你家里的路由器都不会比 TP-Link 更安全这个要首先跟大家讲清楚。那么破解这个东西呢，其实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像我们以前经常去租 IP 这个我原来早期的节目里其实跟大家讲过很多这个租 IP 的事情，就是我们做很多的美国应用或者需要使用美国很多内网才能使用的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到网上去租 IP，然后这些 IP 呢是分的，有些呢叫做机房 IP， 机房 IP 是什么？就是你在美国买那个云主机，然后呢用这个云主机呢给你做这个梯子最后一节去做跳转，对吧？那就是机房 IP。那么有些服务呢，它发现你使用机房 IP 去访问它的服务器的时候，就会直接把你办掉，对吧？还有一些呢，就属于是叫做办公室 IP 这种的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呢大的办公室里边一般会有专业的人员去维护这些路由器，维护这些设备，他们会定期的更新打补丁会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但是也还是能买到的但是买到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家用 IP。我们现在想去买一些家用 IP，然后呢，它就会批发一大堆回来，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些 IP 地址呢，去美国使用各种各样的服务甚至是发起各种攻击都是 OK 的你比如说很多这种 DDoS 攻击也是通过路由器直接发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是通过破解路由器把路由器破解了以后，然后进入到这个路由器里面，然后呢就是可以截取你家里边的这种 IP 地址然后我们就甭管我在中国干什么吧，我就可能去跳转到谁家里边 IP 地址，然后就去把这个事儿干了这件事儿呢，其实不是 TP-Link 自己想干什么也不是中国政府想干什么，这个冤枉中国政府了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是一个黑色产业链就是大家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有墙嘛，有很多这样的奇奇怪怪的原因那么这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又会这个想出各种办法来绕过这些阻碍，那么很多的家庭买了这种路由器，长时间不升级了以后的话，就会这个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那你说里头有没有人去真的截取你家里的这个一些数据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呢？一般不通过这种方式一般不这么干一般是也就是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服务厂商呢，也确实会通过你家里边的一些情况去查，比如说谁跟谁是一家的或者什么这个，但是他呢使用的是另外一套方式，对吧？大家知道在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在这个计算机里头有一个命令叫这个应该是叫 tracer 吧，还是叫什么？就是你可以跟踪你从这里出发的每一个节点的这个 MAC 地址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对吧？从你这个家里的手机也好，家里的这个电脑也好，然后呢，你这个达到我的服务器之间，然后经过多少次跳转，每个跳转大概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设备上，这个东西在互联网里是公开透明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就知道
谁跟谁在用同一个 WiFi，那么这个人到底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办公室里边，他是在什么时间来访问我的服务啊？这个你使用谁的路由器都没用啊，大家都是可以知道，哎，谁跟谁是一家子啊，谁跟谁住在一个屋檐下，谁跟谁是使用一个 WiFi 的，对吧？这个事儿是不需要这个路由器的。啊，那你说有没有人真的在上面去这个发动攻击呢？也有可能有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叫什么呢？毕竟它是一个漏洞嘛，这个总会有一些黑客啊，拿这些漏洞去做肉鸡啊，这个事儿是存在的。但是这个还是一个相对危害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它没那么挣钱，对吧？就是我按中国人的思路来说，一定是一个比较挣钱，然后它能够形成闭环的商业模式呢，才可以越做越大，对吧？所以在这个TP-Link 这个事情呢，核心原因就是，第一个它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啊，第二个呢，他们的科技投入、研发投入呢又相对比较低，早早的呢就被大量的公开了很多的漏洞，因为这种漏洞是公开的啊，不是说你需要去挖掘，不需要的啊，公开了大量的漏洞。然后呢，这个他们又不去升级，或者说他就算做了一些升级呢，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呃用户吧，就是咱们普通的使用这些 TP-Link 的这些人呢，又不会跑去升这个级，对吧？那么它就必然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家用路由器啊，得到了美国家庭 IP，然后就是模仿成各位的这种家庭的情况吧，然后去做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所以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某一个人啊，早上起来在家里头打开网站啊，发现哎，网站怎么把它强了？那有可能是我们拿这个 IP 去做了爬虫啊，然后这个网站有这个防爬虫系统，就直接把它强掉了啊，那他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说我到底干嘛了？后来发现啊，他们家路由器被破解了，对吧？被这个某个未必是中国大陆啊，也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什么其他地方的人，对吧？然后去作为跳板去做爬虫去了，啊，这种事情都是会存在的。甚至原来还有人把路由器破解了，去干嘛呢？去挖矿啊，这个也有。但是呢，这个其实效果不好啊。为什么？因为路由器里边那个 CPU 的那个算力都是相对比较差的，对吧？像这个 TP-Link 的话，他们家用的应该是 MTK 的 CPU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 CPU。像我们一直是用的这种叫做华硕的这个路由器啊，然后呢，我们家这个路由器里边的 CPU 是博通的，对吧？然后呢，我的路由器是我自己会定期去升级，大概每年会升个4、5次。然后呢，但是我自己是这个什么，我自己是程序员嘛，虽然现在程序已经稍微生疏一些了，但还是可以搞定的。那你说这个事情如果不是中国厂商，比如说是 D-Link 啊，D-Link 跟 TP-Link 大家很像啊，容易搞混，但是 D-Link 是一个台湾厂商，啊，这个 TP-Link 是一个深圳的厂商，对吧？那么如果是 D-Link 出现同样的问题会怎么样？因为 D-Link 也有大量的漏洞在外边跑啊，就是你用 D-Link 的路由器，并不会变得更安全啊，一模一样的，啊，如果你不去做定期更新的话，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差异的。那么对于台湾厂商来说呢，他有可能会告诉他说你这个请及时更新补丁啊，或者说做一些这种以旧换新啊，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把这种有问题或者无法升级、无法去这个把补丁修补上的这些设备直接淘汰更新掉就完事儿了，对吧？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搞定这个问题。但是这个TP-Link 呢，正好是一家深圳公司啊，这个两个创始人呢。原来应该是华强北这边练摊儿的啊，后来就是一拍脑袋说就做了这么个东西，是吧？做的产品呢一直是这个叫物美价廉吧，东西很便宜啊，然后呢，这个至少尾巴够多啊，这个天线够多，让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实在是啊好东西啊，因为大家要注意啊，就算是这些销售，他们也愿意卖这种少费2句口舌就可以把东西卖出去的东西，对吧？所以呢，TP-Link 在美国市场占有率就是60%。出了这样的事情，那就只能把它封掉。其实封掉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最好的方式还是说，第一个是这个升级啊，第二个呢就是让大家去更换一些相对安全一点的设备。但是这种呢，其实没法说到底什么安全啊。这个你现在这些互联网企业做的路由器，比如说像小米的呀、华为的呀这些路由器，你也要去升级啊。它呢比较安全的原因是。
他们这帮人每天会去看啊，就是会有一些专门去盯这个黑客网站的人，每天会去看说到底有哪些漏洞被暴露出来了。而且他们这个操作系统呢，都不是他们从头写的，都是拿别的操作系统改的，对吧？像 TP-Link 用的应该叫 VxWorks，用的是这个系统，然后也是拿一个类似 Linux 系统改出来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像原来一些商业路由器，对吧？他们是自己完全私有化的这种操作系统，这种私有化操作系统一样有漏洞啊，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私有化操作系统就没有漏洞，照样有。啊，这个漏洞多少呢？是跟这个叫什么呢？跟这个商业利益相关的啊，只要商业利益够大，那就会有人去挖，只要有人去挖，它就会有漏洞。你像 TP-Link 这种，在美国占有率60%，然后呢，各代产品这个技术又相对比较落后，对吧？那么大家去挖呢，就漏洞就比较多。而且呢，每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有这个黑客组织啊，或者包括很多的白客组织或者红客组织，各种客吧，他们会去公开说啊，我们在 TP-Link 上发现了多少漏洞，在 D-Link 上发现多少漏洞，在华硕上发现多少漏洞，在这个小米上，在华为上都发现多少漏洞，他们都会去讲这个事儿。然后讲完了以后呢，有些比如像 TP-Link 这种，他可能大概率就不理你了，对吧？然后呢，有一些呢是会去这个出补丁啊，像小米啊、华为啊，他们就定期出补丁啊，华硕也会定期出补丁。这个像这个 OpenWRT 这种东西呢，像我家里就是用的这个啊，我家里是华硕刷的梅林 OpenWRT，然后呢，我家里用的是华硕刷的梅林啊，梅林是在 OpenWRT 基础上改出来的一个系统，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就是你定期更新就完了。我今天在做节目之前看了一下，说，哎，今年10月份还出了一个新的版本，那就赶快重新刷新上去就好了嘛，对吧？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啊。但是呢，这个你说我真的想去自己搞这个事情，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家庭来说是这个非常非常麻烦的啊。这个绝大部分人其实是搞不定这个事儿的，对吧？他们可能连自己家里头的 WiFi 的路由器的登录密码都不知道，对吧？你想让他们去给路由器做升级，这个实在是太难了。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说通过服务端做升级呢？啊，通过远程做生意，比如说小米上来说，哎，我从远端给大家做一个升级，这个事儿呢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以前在盛大的时候也做过路由器，为什么不可能呢？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这个路由器升级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你比如说，你升级完了以后连不上了，或者哪些设备连不通了，或者说没法上网了啊，或者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啊，这个事情是比较难避免的。对吧？像我有时候刷路由器还刷错了出不来呢，这个一旦是哪个路由器厂商说来我替你升级啊，那么他的客服会忙死的，就是他整个的维护成本根本就不划算，对吧？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也许以后会出现一些这种，就是 IT 啊，就是家庭 IT 服务啊这样的一个职业吧，他们会专门来去给大家的各种的这种 IT 产品定期的去维护啊，大家最后交钱就完了。啊，这件事儿呢，可能在美国啊，或者在其他的这种欧美工资比较高的国家，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的啊。但在中国的话，有点难啊，因为你一旦开始上这样的职业以后呢，大家就会来说，哎，我免费啊给你做这个事儿行不行？那你想吧，你免费得到的这个服务，他总得从你身上挣点什么吧？那你到底能挣到什么东西？大家就想就好了。嗯，所以呢，这个就是 TP-Link 这个事情的一个本质了，就是第一，用户量巨大；第二，这个技术相对来说啊比较陈旧，然后这个物美价廉啊，就是用一些虚假的尾巴，然后来去卖一个更便宜的价格，然后使这个产品可以卖得很好。然后第三个呢是中国公司啊，这个深圳公司，所以呢，他美国人就说我也懒得跟你费劲了啊，我也搞不明白咋回事直接给你一封完事儿啊，这么个事情。然后呢，从我们家里边的情况来说呢，如果你真的是这个普通用户，说我完全搞不清路由器是怎么回事的话，呃，你就觉得今天这事儿都没发生过就完了啊。这个因为你买任何的路由器，这个事情跟你都没什么关系啊。你买 TP-Link 的，买 D-Link 的，买这个华硕的，买这个哪怕你买华为的，买小米的啊，这个事儿都跟你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边出补丁的时候你不会去打，
对吧？那么你该出什么问题还是接着出什么问题，对吧？这个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对大家来说。所以大家就说，哦，那个这帮做 IT 的人又玩出新花样了啊，叫城会玩啊，说你们城里的人真会玩啊，就完事儿了啊，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然后如果你突然发现家里边的网变得很慢，啊，或者说你家里边出现了一些这个莫名其妙的事情了啊，那么怎么办呢？就换一路由器，买一新的。啊，然后买新的时候呢，你去买一个这种啊，比如说这个华硕的啊，或者买一个网剑啊，叫 Netgear，啊，买一个这样的路由器回来啊，再用一段时间，然后等用到什么时候你又觉得不爽了，再换就完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啊，这个别的也没什么办法了。这个中美两国，对吧？这个当你不信任越来越重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很多这种妖魔鬼怪的事情。前两天还看到说，哎，美国要制裁中国大蒜。啊，这个为什么呢？说第一个有强迫劳动啊，我不知道中国有什么东西是不强迫劳动的啊。但是大蒜我真没觉得有什么强迫劳动啊，因为大蒜中国最大的大蒜产地是山东。啊，那个地方叫苍山县啊，我还去过。啊，专门有一个塔，白色的啊，叫大蒜塔。啊，因为它那儿产的大蒜特别好，然后卖到全国各地去。啊，是这个中国最好的大蒜这个生产基地啊，我没觉得他们这儿就怎么强迫劳动了。苍山县是属于临沂的一个下边的一个县城。那临沂那简直穷的就没法整了啊！因为我为什么会去苍山呢？是当时在全山东省给人装这个地税的这种网络啊，然后装到苍山县。所以我就跑到那儿去给人装网去了。然后呢，我印象里特别深刻那个地方，就是到那儿以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发现哎，所有的这个地税局的人啊，这个都刚理了发，刚洗了澡，然后在这个宾馆门口等我呢。哎，我说我就是个装网络的工程师，对吧？我当时95年大学刚毕业，算应届生啊，对吧？这个也是诚惶诚恐。我说这个张局长、李局长，你们这个怎么就刚洗了澡，然后这个什么就来等我来了呢？啊，我就是早上起来给你们装这个网络就好了。为什么早上起来再跟他讲？这个结果人家说不，我们要跟你一块吃饭啊。这个就大家都是这个沐浴更衣、理了发，然后跟我吃饭，然后当时就把我直接灌翻了，对吧？这个穷啊，对吧？你专门有一次这个公款吃喝的机会也不容易啊，就一定要跟我吃一个饭。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就没起来，到第二天中午呢才起来，然后给他们把这个网掐上。当时还是 BNC 线啊，把这个就是不是像现在这种水晶头的，当时那个头是需要那个是那种同轴电缆的，对吧？然后弄完了以后才去这个走到下一家去啊。所以后来我再在山东省去装网络的时候，都是凌晨到啊，或者说半夜到，一定要过了晚饭点儿。到了以后呢，说这个晚饭吃不吃啊？不吃不吃，这个已经吃过了啊，路上吃过了。然后呢，这个早上起来能干活啊，把网线装好了。然后中午呢，这个吃一顿，然后喝了个酩酊大醉啊，然后在路上跑到下一个县城去。到下一个县城呢，说实在是起不来了，再也喝不了了，然后再去装下一个，对吧？这个苍山还是挺淳朴的一个地方啊。然后说中国的大蒜呢是使用这个叫做什么呢？粪肥啊，这个使用人类粪便然后去浇灌的，然后这个是污水大蒜啊，怎么怎么不好啊？这个在中国这玩意儿叫有机肥，对吧？你要使用有机肥不使用化肥的大蒜，那得多卖点钱啊。结果美国人不识相啊，说不，我们一定要去制裁你这个大蒜啊，搞了这么个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由双方不信任产生的。啊，它呢导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处理方法呢，就会很极端啊。其实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你比如说，呃，前两天啊看了一个故事，说这个两家去招投标啊，这前几轮啊一轮一轮过关斩将，然后呢，比如说5、6家这个投标的，最后呢剩2家了啊，然后呢2家的报价一样，然后各种评标分数都一样，然后呢第一家呢说那个你们再上来最后做个陈述吧，就剩2家了，对吧？上来拿了一堆资料上去，讲了15分钟啊，各种的这个我们技术怎么好，然后这个什么什么都讲完了啊，这个下去，然后第二家上来就1页，你看了吗？我们是被美国这个制裁的公司啊，我们是进了实体名单了，马上中标，对吧？你其他都不用讲，你已经被美国的这个就是他们叫商务部吧，美国商务部直接这个甄选过了啊，就是美国商务部甄选的啊，制裁名单里头的啊，你就中标吧。对吧？他这种事情，你说有道理吗？没有任何道理，对吧？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
就是从技术上说这事儿有道理啊，就是 TP-Link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从处理的结果上来说呢，还是很荒谬啊，很魔幻的一个处理方式。啊，这就是这次跟大家讲的 TP-Link 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大家也希望吧，就是通过这个故事呢，也看一看，说哦，原来两个人不信任了以后，或者两个国家不信任了以后会变成这样，对吧？他们呢在制裁 TP-Link，中国呢在这个让这个被美国甄选过的这个进了实体名单的公司中标，对吧？它就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你来我往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本身技术上确实是有它的原因啊，但是处理方式上非常魔幻。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啊。这个因为实在是状态不是很好，嗯，TP-Link 被制裁应该是怕扫描家里设备，这个真的没什么必要，不需要他去扫描，都能很容易扫掉。这个发币，这个倒也会员频道其实发币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 TP-Link 和 D-Link 这些老家伙在国内市场被国产品牌打得节节后退，市场占有率不断降低。D-Link 其实也不行啊，就是 TP-Link 跟 D-Link 在国内都不太行。像我们这种就是自己还能玩一点呢，就会去找这种比较好刷机的。如果是你自己完全不会玩的，就算了，买什么是什么了啊。TP-Link 年终是查337知识产权，这次是危害国家安全啊！这个反正你占60%市场占有率，这事儿肯定是有问题。此外，TP 的操作界面对外行而言太不友好了，这才是对家用普通用户最大的门槛。哎呀，这个你真不能这么讲。你看看那个 OpenWRT 的界面，你去看看那个什么梅林的界面，哪个对外行更不友好？我刚才 TP-Link 的那个界面对外行还算友好的嘞。D-Link 已经在国内几乎被消灭了啊，我这还真不知道。现在呢，很多这种就是小米他们出路由器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儿呢？就是家里老人一般搞不定路由器怎么回事嘛，但是呢，小孩可以搞明白。所以呢，他们有这个手机 APP，也有很多的这种可以通过集中的方式来处理的。它呢允许家里的小孩通过手机 APP 呢对路由器进行升级，对吧？它可以干这件事情。那么万一你生坏了呢？它还可以让小孩回去修去啊，还可以处理。但是它绝对不敢说我通过这个公司服务器统一给大家都升个级啊，它一般不敢干这个事儿。有 WiFi7了啊，不过是个跛脚鸭，没啥用，6G 用不了。国内6G 分给手机频段了啊，这还真不知道。买过一个 TP-Link 的 WiFi 增强器，安装的时候要填写一堆我觉得不需要提供的信息，于是就果断退货了，买了一个网件的，就不问这么多多余的话。哎呀，这个我觉得 TP-Link 这个也很奇怪啊，为什么要填信息呢？对吧？看你这个，我接着给你讲一故事吧。今天正好刚看一故事，说有一个家长要填这个学生问卷，然后呢就问说你对学校满意吗？说不满意，说请填写学生的学号。他赶快上一步然后说满意，然后就向下走了不用再问这个学生的学号了。然后再问说那个你觉得学习不好是家长的问题还是学校的问题？他选了一个家长的问题选了一个学校的问题。然后下一步马上又是填学生的学号，然后再退回去说这一定是家长的问题，对吧？他反正就是所有的，你只要是他不好的，对吧？那他就马上要求你去填这个学生学号。然后呢，最后一个说你给学校打个分吧，1到10分1分。说对不起这个至少应该打9分1分以下的是不合格的。他打了个9分，然后回去说填学生的学号，说10分，感谢你的配合，对吧？调查做完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事情。你好好久没来了这个欢迎来经常光顾。晚上好晚上好。我只有一个 TP-Link 的交换机铁盒的4个
小米路由器啊，交换机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设备，啊，它里头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但是路由器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路由器，你像我们家路由器里边还是可以跑什么各种加速器，可以当 NAS 使，还可以装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上面塞个 U 盘，上面可以当网盘用的，对吧？这种就会麻烦很多啊。而且就是我们的路由器上是可以装很多东西的。IPv4 地址在国内几乎不给家庭用户用，家用给的基本上都是 NAT 之类的大内网 IP，是这样的。IPv6 学习门槛又比较高，IPv6其实还好，IPv6是因为关键很多地方它不通，像我们家里是有 IPv6的啊，然后那个就是当时我记得是中国联通吧，跑来装网，然后我就说我要把 IPv6 打开，他说你真的要确定打开吗？我说真的要确定打开。然后呢，他就跑到那个他的那个路由器上去，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家里装这个光纤以后呢，是你家里会有俩路由器，就是第一个是入户光纤的时候会有一个路由器，然后呢是你家里边自己会有一个路由器。后来我要求他改，我说你必须把那个入户光纤的路由器把 WiFi 屏蔽掉，然后呢，那个我要求那个进来以后呢，它只能作为一个这个就是拨号用啊，你不能让它去做任何其他使用。啊，他就调整了一下，所以呢，家里我虽然还是有俩路由器，但是呢，入户光纤的那个路由器就基本上不工作的，啊，它除了一个这个拨号之外，它啥也不干啊，这个事儿是处理掉了。然后呢，把 IPv6 也打开啊，就是你如果家里装网的时候，你不跟他说的话，默认都是关闭的。啊，这个 IPv6，但是开了以后其实意义也没有那么大，因为我尝试，给 Oracle 云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各种云服务器上去开这个 IPv6的这个服务呢，发现也挺麻烦的设置，所以我后来还是就是我的云服务器还都是 IPv4的啊。对，transit 啊，transit，这应该是这么念吧？对，这个命令是可以找到这个大家一路上走过的所有节点的。这个注意身体啊，最近太冷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也不怎么出门。这个最近几天啊，这个是这个就没法说了。路由器黑进去做 PCDN 啊，这个 PCDN 其实意义有那么大，其实没有那么大这个意义哈，也算有点用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使。另外前两天啊，办理宽带续费换光猫，我家这边联通不给办理桥接了啊？是吗？我这边就是要求办理，然后他就给你处理了。忘了 TP-Link 用的是哪个开源基础了啊？我反正它应该也是一个 MIPS 的，还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系统的开源，我记得是。桥接自己改啊，这个你可以就是你那个师傅上网来上家里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让他给你那个把他那个光猫的那个密码给你啊。这个像我们都是跟他说啊，他可以给你。懒得弄，反正我公网访问用的 IPv6啊，改不改没啥大问题。其实，大家各种的流转还是 IPv4居多啊，而且很多 IPv6的网站或者是各种服务呢，都是会虚拟成 IPv4再去工作。通过 TP-Link 针对性的截取往来数据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叫技术上可行，但是呢意义不是特别大。我是需要的时候才打开 IPv6啊，其实没什么可危险的。IPv6就因为是这样，就是你家里边的所有的设备呢都有 IPv6，比如我的电脑啊、我的 NAS 啊什么都有 IPv6。然后呢，你的路由器呢会把这些 IPv6的地址呢锁住啊，外边是不可访问的。啊，像我需要的时候呢，我会把 NAS 的 IPv6地址在路由器上设置好，然后暴露出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我的手机上直接访问我们家 NAS，这个效果真的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如果自己真的不会玩的话，就别跟他费劲啊，很容易搞废的。电信强制给我转了个华为的，这还算电信有良心了，华为的挺贵的，我告诉你，像我们这儿这个上来装的这些这个设备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别全开啊，开一两个端口，对啊。不，IPv6不叫全开，IPv6一般是就是你如果是内网暴露的话，就是你要暴露哪一个 IPv6的设备出去，你就暴露一个就好了。
华为有几个旧的光猫可以破解，好像是这个 HS，对，这个其实好多光猫都是可以破解，光猫本身也没有那么安全。遥遥领先卖不出去了，现在都强制卖。以前做 PCDN 要求给华为的，说太贵了，不给。现在主动上门换，好吧？TP-Link 就是冒牌的 D-Link 啊，这个还不能这么讲，就是他们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公司。D-Link 是特别老牌的一个台湾公司啊，但 D-Link 的我感觉它的漏洞一点也不比 TP-Link 少啊，都差不太多的。现在厂家好多用 OpenWRT 啊，现在是这样，就是厂家呢一般会根据自己的设备自己去裁剪这个 OpenWRT，特别是像华为啊、小米啊这种就是互联网厂商啊，他们一般会干这种事儿。他们使用的呢好多是高通的 CPU，就是用手机 CPU 来干这个事儿。然后呢，这种设备呢，就是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路由器之间呢差异很大。对吧？你如果是自己拿了一套开源的 OpenWRT，你想给你们家的路由器装上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啊！这个你光兼容性的问题弄死你，对吧？所以他们就是自己裁剪，裁剪完了以后呢，比如说 OpenWRT 原来各种双插件啊什么这些功能就都给你封掉了啊，因为留着这些功能，咱们不说是不是挂梯子的事情啊，对于厂商来说就是会增加这个维护成本啊，你经常自己捅着捅坏了，捅坏了以后呢，你找他去修去这个事儿，他觉得很烦。对吧？这个成本会上升的啊，而且会影响口碑，所以呢，他就干脆把所有这些功能都给你去了。像小米的那种路由器出来以后，一开始好多人都是拿它做这个做挂梯子使啊，这个后来他们就把这些功能都给你去掉了。啊，如果你买华硕不刷这个固件的话，直接在国内使，你也是没法去装很多插件的。我们刷梅林的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那个插件市场是开放的啊，你可以在里头是装这种，比如说这个Clash 啊什么这样的插件都可以装。华硕刷梅林啊，漏洞多嘛，也不少，定期升级啊，这个是没办法的。OpenWRT 通用性好啊，对硬件要求也不高啊，魔改一下界面就行了。是的，国内是有挺多人干这个事儿的啊，你有没有漏洞有啥关系？关系不大。你电脑、手机都在路由器下边的设备，是的，这个也不能这么讲。反正现在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整个的互联网系统其实还是在一个信任社会的基础上在运行吧。如果大家相互不信任的话，这事儿就没什么可玩的。电信给了一个免费的啊，中兴这种东西是比较多的啊，因为中兴那是真国企。就是好多人说华为是国企啊，大家注意，华为从法律上说它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啊，中兴是真国企，而且后边是有军方的，对吧？所以中兴在这个政府关系这块实际上要比华为要强得多。梅林不是由 OpenWRT 改的啊？是吗？我怎么一直觉得梅林是 OpenWRT 改的？反正我是一直使用梅林的啊。没错，我本人就是典型案例。上一次华硕路由器坏掉了，就是因为升级固件2.4G 所有设备都连不上了，还好没有1年，直接换了个新的官方固件，权且如此，更不要说民间做的各种那个固件。是的，你像我们家的华硕路由器，就是我们家的这个什么小米的好多的这个智能设备都连不上。啊，这个就没法整，因为它就是版本低了嘛，它都是2.4G 的，弄完了以后就连不上了。电信中兴的啊，应该有5年了啊，这个该换得换。不用也千万别扔啊，宽带的到期的时候，可能还得还回去啊，还有这种事儿？我这次办的时候要我，之前送的路由啊，幸好没扔啊，这个实在是太重要的提醒了啊。一直用联通送的光猫当路由器啊，记得最早还能用光猫的管理员账号，现在管理员账号的密码都加密了。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什么时候他会给你那管理员账号呢？就是你要知道联通呢，它有好多级的这个账户，对吧？它有的是买的最贵的，有的买的最便宜的，但是它好多这个东西呢是通过，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光猫上有些东西好像可以设，但是你一旦是买了最贵那一级呢，你再找他要，他就开开心心给你了啊，因为你已经是买的最贵的了，对吧？他也就不说你什么了。
我开始买美股后，英伟达就从来没涨过，谷歌倒是涨得挺旺盛的，好吧？是那个这个你就耐心等吧。光猫普遍配置很低，是的，连接设备多了就容易出问题，还是单配一个路由器比较好，是这样的。还个锤子，闲鱼2块钱一个还给他啊，这个还是尽量的不要这么折腾啊，它是对号的，对，都要对，我这儿也要啊，对不上他们也没办法。我光猫连小米路由啊，再连小米的路由器做 Mesh，好吧，凶两句，他们就不吭声了。哎呀，这个你像我这种人就这个每次都是人家说什么我就办了啊。应该是美国农民啊，利用制裁大蒜，他们想发一笔，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先出口大蒜去墨西哥转口就行。哎，墨西哥现在也在抽风啊，点赞欢迎啊！你们都点赞了没？家里用的 PF，这个我还真没见过这东西啊。据说国外很多小公司都用这个，安全性应该很高啊，千万别抢这个。安全性最高的就是这种最大的大厂，然后定期更新的这种安全性才高啊。越是这种小厂的，其实越不安全。好像说的不是粪水，说是水污染和化学漂白。哎，但是国内报的是粪水啊，这个化学漂白这个国内确实干啊，就是硫磺熏大蒜，但是应该也不至于，大蒜都挺白的，对吧？除非是你买这个包好的这种蒜瓣儿，对吧？它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陈蒜会变黄变黑，你新蒜一般都不会干这个事儿，而且你像美国这个出口的大蒜一定是最好的，对吧？像美国出口的大蒜都这个硫磺熏过的话，那国内就简直就不用活了，对吧？老范加速了吗？没有啊，这个哎，难道是体温上去了？应该也还好吧，状态不好啊，早点休息。是的，然后我看看啊，话说以前啊，腾达和 TP-Link 差不多同时起家，现在腾达的设备也快看不到了。还有啊，挺多腾达设备的。现在你比如你到这种二三线城市去，好多那种号称是免费送路由器，都是送的腾达的，对吧？那你想他凭什么免费送路由器给你？人家也是100来块钱做出来的东西啊，对吧？那你自己就想吧，他到底拿你家干嘛去了？最近有人阳了嘛？我和我身边的人都阳了，这个别乌鸦嘴啊！说美国农民想多了吧？只是军队禁止不用大国大蒜，呃，那有多大油水？现在世界上出口大蒜的国家不少，也轮不到美国农民发财啊！这个，但反正我觉得也挺这个事儿，就是反正比较魔幻吧。OpenWRT 就不是面向普通家用用户的，是的，普通家用用户根本搞不定这东西。国内6G 赫兹确实被阉割了啊，所以路由器厂商啊也不敢宣传啊，好吧。就像我们这样爱折腾的才用啊，TP 界面看着还是费劲啊，可玩性不高，鸡肋。对啊，你像我们这些人还是会折腾的，你觉得它可玩性不高？咱们觉得可玩性高的那些界面，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就是天书了，对吧？根本没法看。这个路由器能装 Docker 吗？你可能还是要加内存啊，这个内存少了跑这东西跑不起来。让填学号这个填别人的啊，这个你更坏啊，你这个人是坏人。OpenWRT 可以装 Docker，是的，但是你还是要机器上有足够多的空间才可以。用的是 AX86U 嘛？没有啊，我用的是 AX88U。你们也太高手了吧！路由器还要装 Docker，因为它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是玩的旁路由，旁路由呢是那个，它实际上里边是个386或者是那种x86的这种 CPU，它就是个那个，就是这种叫小主机啊，它那里头你是可以装 Windows 的，对吧？你既然都已经装了这么多内存，装了这么多的，甚至你还把 SSD 装进去了，对吧？然后你就当然可以在里头跑 Docker 了。
对吧？这种旁路由的话也是需要折腾才可以玩啊。这个旁路由主要干的活其实就是架梯子，啊，这个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们家的路由器本身的性能是很强的，所以就没有玩这个旁路由。就如果你家路由器的那个性能很差，呃，当然还是得能折腾啊，可以去玩旁路由，那个挺好玩的。这倒提醒了我一个事儿啊，我是不建议，普通路由刷 OpenWRT 的，因为一般而言，普通路由闪存的不高啊，Docker 很难玩得起来。你像我们家 NAS 现在开始玩 Docker，但是呢，玩之前我现在上头插了一根16G 的内存条，是吧？原来是4G 的，然后插一根16G 变20G，那么现在你再玩各种 Docker 什么就没有任何问题。对于我来说，IPv6很重要啊，弄不到 IPv4，公网访问只能靠 IPv6啊，这个我还是尽量不要让这个家里的设备暴露在公网上。这个赚钱嘛，这个我还真不了解。我家入户那个强制购买的移动路由器扔了，换成小米的，还挺好。好像是光猫内置反诈啊，这个光猫里头其实没有多少空间啊，而那个质量都很差的，就是它也搞不了这么复杂的东西。所谓反诈的东西呢，都是在就是我们的电信运营商那边干的啊。闲鱼有人卖光猫超密啊，这个你愿意信就来吧。现在自己改起来麻烦，现在新的光猫超级密码都是动态的了吧？应该也没有，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弄的家里就是有密码的。我这边过来的师傅也是拿着移动设备生成的临时密码。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改一些什么信息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密码到它的服务端去改啊。但是那个光猫我们还是可以登录的。华为光猫最稳定。之前办理宽带光猫老是出问题，换了华为的就好了。这个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你去买那个最贵的套餐都挺好使的。刚下班来晚了啊，感谢呀。怎么有这个裸班子在外边来回跑来跑去的？这个不对啊！快让我去把他的扳手没收了。这个人哪儿去了？这儿呢。好，小班子被没收了。这个我这边是移动光纤挺神奇啊，开户强制租它的，还租，但是退的时候不给退。好吧，那就还是找你收了笔钱呗。移动宽带就是个坑啊，起源是铁东宽带，各种不稳定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北方就老老实实的用网通啊，或者叫联通；你在南方呢就老老实实的用电信啊，千万不要用一些奇奇怪怪的牌子。现在用华为路由啊，上油管都哆哆嗦嗦，哎，其实没事儿，华为才懒得看你。这个移动宽带也看小区啊，优点是便宜，上传带宽高啊，梯子速度比电信的也凑合，好吧。我们小区有公司来投资光纤最后1公里，他们在各家的草地地面上用机器打管道铺上光纤，然后要使用光纤，只要解决最后几米的连接。打管道的这个时候啊，我把我家的草地灌溉网给弄断了，那就负责修好，好吧？这个你们不去整一个什么环保吗？比如说这个打管道的时候阻碍了什么小动物迁徙什么的啊，那罚死他！我告诉你，我这边电信这个什么啊，都是网络最靠谱的是移动啊，这个倒没想到。这个老范要不都忘了啊，半年没看路由器有没有更新了。对，这个每过个几个月还是去看一下啊。这玩意儿真是不同的地方哪家的宽带，这个是有很大区别啊。移动送腾达不是，对，腾达是大家一般是会送的。我现在用 TP 路由器和 TP 智能门锁，
感觉挺好的啊，这个好吧，只要自己使得开心就行。现在推荐 WiFi 7嘛，我对这玩意儿真的不太了解啊。这个我就经常买路由器，为啥？用半年到1年就闲鱼上出掉，你真折腾啊！华硕官方固件不是挺好吗？我以前刷过，感觉也是那么回事儿。我有6个华硕路由啊，3个这个，好吧，AX1100，这好像挺贵的这个啊。其实它是这样，就是这种就是官方路由，你刷上去以后呢，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啊。这个呃，它只是把漏洞给你补一补，或者说把以前的一些 bug 给你修一修，它不会说给你加什么功能出来，这事儿是不会的。但是还是要去修啊。AX88U 啊，我这也是 AX88U 啊。对，宽带服务不一样，爱折腾，基本都在玩都玩过 All in One 啊，这个是什么好玩的？最开始电信50兆套餐加手机是256一个月，这个每年打电话给客服抱怨太贵了，连续打了几年啊，然后呢，现在是降价到138，手机60个 G，好吧。哎，现在就是大家卷嘛，费笔记本还是挺费电的啊，我觉得还是那种小主机比较好玩。电信套餐一个价啊，老旧用户区别对待，专坑老用户。我用网建的就不能折腾，不是梅林的啊，网建的是搞不了，梅林是基本上都是适配华硕路由器的啊。以前听说新的光猫内置反诈这个应该不太现实啊。不做饭，不体会大蒜。这几年，美国我买的大蒜质量下降很多，蒜头瘪的很多，蒜瓣大小不均匀，里面有时候有粉状的蒜瓣啊，外壳干白，这个确实像是硫磺熏过的啊。但是我们家也出过这种事情，就是以前呢，每年是我妈会帮我腌这个腊八蒜，然后腌完都是绿的。然后去年腌的那个腊八蒜，到现在就是泡到现在了都没有变绿，都是白的。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蒜有问题，虽然味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这个一直觉得它有问题啊，这个也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啊。光猫超密啊，不光闲鱼，淘宝上也有破解服务，是的。我用手机不限流量上网，通过 TP-Link 中继器加强信号啊，然后其他电脑连中继器。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靠谱啊，你如果真的想用的话，可以去买那种，就是有专门那种5G 路由器啊。这个以前我还出去做活动的时候用过那玩意儿，就是当时我们去做这个，呃，就是独立游戏黑客马拉松啊，然后呢，在一个这个什么地方，在一个这个会场里边就是租的这个5G 的路由器，效果挺好的啊，200多人在里头啊，100几十人在里头吧，然后每个人可能有个2、3台设备，对吧？然后这个大家跑得都很开心，速度也很快，嗖的。我的旁路由用的 Apple TV 啊，Apple TV 是可以看这个事儿，对，有好多就是拿那个 Mac mini 啊，废旧的也是可以当旁路由用的啊。深圳这边移动宽带还行，这个还是看小区。这个光猫超密，现在注册成功之后就改了一个密码，移动的很多这样，也有办法破解，比较麻烦。才来啊，这个范老师饭菜好点了吗？我还没爬楼啊，主播真的是太敬业了，还好还好。这个我反正已经快好了，我太太还需要再养个1、2天，然后我儿子下礼拜应该可以回去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他早上起来还在上网课嘛？因为现在经过疫情以后，所有的课程都是可以，在网上有直播课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传染力这么强，对吧？你回来2天就把我们家所有人都传上了，那你同学之间怎么样呢？就跟我讲说这个
网课上有很多的同学都没有去，对吧？这个教室里头人啊，也是少了可能不到10个啊，也是应该是整个学校里头是一个传播开了的一个状态吧。我用乐天无限流量啊，这个是一个什么套餐嘛？呃，如果没听说过，PF Sense 可以去研究一下儿这个是开源企业级防火墙顺便送的路由功能。国外很多用配这种东西啊，用这个配个 Cloudflare。哎，我还真不知道路由器怎么配这玩意儿，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们去买这种小品牌的这种设备呢，大概率他们是在华强北定制的，对吧？然后呢，这个软件呢，是 GitHub 拿回来以后稍微的调整一下，算是有良心的啊。如果大部分人可能连调都不会调，就给你上去了，对吧？这个事情他们能把适配做好，不出故障就已经不错了。这个以前也用这个 Apple TV 啊，这个其实还好了。大蒜没办法机械种植啊，完全靠人工，所以这东西，所以被东大垄断了，是吗？大蒜应该全世界好多国家都种吧，不可能就光咱们种吧？而且我记得，好像西餐里头用大蒜的也很多呀，就是咱们可能其他很多东西那个只有中国人吃，大蒜应该是全世界人都吃吧，对吧？自古以来咱们就流传说这个吸血鬼怕大蒜嘛，那个时候应该这个中国大蒜还没有出口出去吧？移动、联通、电信开户就是强制租一个路由啊，就是从来没见过能退的。哎，好吧，人家就是说到这儿来收你笔钱，对吧？你就开心就好了。赶上了啊，欢迎。WiFi7在国内实在有点鸡肋啊，这个它呢就因为路由器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以前也做路由器嘛，就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设备呢叫沉默设备，就是你家里有很多设备都是沉默设备，比如说 NAS 路由器，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各种家用电器、智能设备，实际上都是沉默设备。就是它一旦在你家里头正常工作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产生利润啊，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做智能硬件的人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当时我们为了避免做沉默设备呢，说算了，我们做闹钟吧，或者做这种东西。所以后来各种什么智能屏啊、智能闹钟啊，这个东西卖的还可以啊，因为呢，它可以不断的去跟你交互的过程中，让你去更新升级。呃，当然这种沉默设备呢，你就是要定期的让它有一个升级的动力，这事儿就很难。像刚才我讲 TP-Link 它或者加天线，对吧？然后 WiFi 这个变 WiFi5、WiFi6、WiFi7这个事情呢，它实际上就是给你一个升级的理由，啊，否则的话它就落在那儿吃灰，你也想不起来升级它，是吧？所以 WiFi7这种东西呢，就是给你一个重新换一个新的理由，啊，也没什么别的用处。可以在多频段之间自由切换，信号不好就自动切换。这个，哎，我觉得真的是没什么意思了。All-in-One 就是路由、NAS、Docker 代理什么的，全都在一个设备上实现啊。我这个还没有，我是，路由是路由，NAS 是 NAS 啊，这个 Docker 在 NAS 上啊，这个代理在路由上。网件可以刷梅林的，网件我还真不太了解，它反正梅林的这个就是官网维护的官网是在华硕的网站上的。多 Mimo 啊，在 WiFi6上就有了，好吧，你们这些人还真的去研究这个什么了啊？Unify 这个品牌啊，这个没用过，不了解。华硕官方固件也可以 SSH 装固件、装插件，但你 SSH 这事儿有多麻烦啊？然后呢，这个你万一打开了以后忘了关了，你再也没有比你们家的路由器更危险的了。给3大运营商做核心计费和 CRM 系统的有个厂商叫雅信啊，雅信我知道，这个以前我们是它的供应商啊，原来我在波兰的时候卖了他们好多设备，啊，不是设备，卖了他们好多的那个开发工具啊。雅信是在这个圈子里的是一个老大。移动 WiFi 啊，华为的卖的最好，国内还真不知道啊。
他们打管道其实是在地面下面半米水平钻管儿，然后穿过来光纤把这个什么好吧。现在也有很多5G WiFi 路由器，是的，这个挺好使的，很多摄像头也是5G 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监控啊，真是的。对，我家用的是中兴的5G 转 WiFi 路由器啊，挺好的。我上次用的是华为的，也挺好使的。也相反，N1口多口，从 N1多口什么什么我就不折腾了，这个太复杂了。另一句网络上流传的话是 All in One 玩不好就成全都成这个砖头啊，是这样的。这个论方便性和稳定性，OpenWRT 确实不算高啊，它的优势是可玩性高，是的。这个，哎呀，路由器就真的没必要搞太多啊。没有公网 IP 可以买台公有云啊，把家里的这个你能玩明白公有云的这有几个呀？可以用什么啊？你们就不用在这儿来讨论这个具体的网络知识了。德法这边大部分大蒜都是中国进口的，柚子也是，水果主要来自西班牙，本地农产品大多是所谓绿色的，比较贵。其实欧洲应该好多国家的农业很发达的，你像法国多少农民呢？西班牙也很多农民。智能冰箱，当你没关好冰箱门的时候会响啊。哎呀，居然连门都不会关，这个我觉得不要想太多啊。刚才查了一下，美国80%的大蒜来自中国出口，20%本土。本土产地是加州。Gemini 说的啊，加州号称是国际蒜都。这个我表示看不懂，他要是蒜都，为什么80%从中国买？这个不知道啊，咱们把中国大蒜禁了吧，看看美国到底缺不缺蒜。这个 WiFi 6E，你们还在讨论这个哈？网件刷梅林啊，是要看机器型号的啊，这个好吧？可能有些机器型号认识啊。大蒜是中亚、南亚和伊朗的食物，大国也是引进的啊。目前大国出口量占全世界出口的比例，就像 TP-Link，好吧？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大蒜原产地在哪儿。这个国内 WiFi 7区别不大，海外 WiFi 7据说是大升级，这个就不知道了。我的天啊，这么多 geek，对啊，在我的圈子里头肯定 geek 是很多的呀。光纤入户其实倒不是智商税啊，万兆吞吐量的这个网络光口设备要比电口的设备便宜得多啊，是的。这个估计好多大蒜都是加州华人种的，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咱们只能瞎猜了。好啊，这个是好像身体还可以啊，再跟大家讲讲发币的事儿，还是发币的事情，回头放到这个会员频道里去讲，啊，这个算了，还是放到会员频道里去讲吧，这个太危险了。是不是 OpenAI 被 Gemini 超越了啊？这个 Gemini 怎么说呢？就是我再也没有见过比谷歌再不会做产品的人了啊！原来我觉得 OpenAI 就够不会做产品的了，这个OpenAI 谷歌比 OpenAI 还不会做产品，对吧？Gemini 2.0 Flash 这个产品啊，这个模型你要想用的话，你在 Gemini 点谷歌点 com 你用不了啊，你还要到这个 AI Studio 点谷歌点 com 里才能用，那是给开发者用的工具。然后呢，你用 Gemini 想去搜索一些联网搜索的东西，你在 Gemini 点谷歌点 com 里你也用不了，你也要到 AI Studio 点谷歌点 com 里才能用，对吧？而且要打开了以后，下边有一开关啊，说我要测试一下，然后把这个谷歌搜索这开关打开了以后，你才能用。所以呢，你们到 Gemini 里去问的任何问题，就是如果你用的是 Gemini 点谷歌点 com 问的任何问题
啊，瞎编的可能性是120%啊，所以这个我是从来不使的啊。就是你如果想去找一些靠谱一点的信息，这个用这个 OpenAI 的这个 GPT Search 啊，还是可以的。啊，当然我现在觉得这个搜索的信息要更靠谱一点，最好还是用豆包啊，豆包搜索的信息会比这个Gemini Search 还要更全面、更新啊。这个我最近反复在两个工具之间反复比较，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就是 Gemini 啊，这不是 Gemini 啊，叫 OpenAI 的这个 GPT Search 呢，它的语言会更精炼，然后会这个更准确，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搜索的内容会更旧一些，然后呢，搜索的范围会更小一些。然后你去用豆包的话，它的优点是它搜索的范围会更广泛，然后呢，信息会更新。缺点呢就是啰嗦啊，经常啰里吧嗦讲半天，而且呢，你如果稍微有点不太合适的事情，它就给你删除过滤掉了，啊，这个是他们的缺点。反而像我一般讲这么正能量的东西呢，我都是用这个豆包来搜索的。半个技术圈啊，但你们玩的这些我都半懂不懂啊。是这个多大面积，一台88U可以覆盖吗？我们家陋室铭啊。TP-Link 咋了？退出中国了？人家是个深圳公司，咋退出中国？你想啥呢你？对，发币比较敏感啊，我们就不在这儿讲了。现在居然有400人，哎呀，真不容易。这个看来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看睡衣直播哈。这个 TP-Link 是中国公司，被美的制裁了，是的。发币这事儿就是割韭菜，这个也不能这么讲了。我一直以为 TP-Link 是台湾的啊，D-Link 是台湾的，TP-Link 呢是这个大陆的，是深圳的。Gemini 只有1.5啊，要去 Studio 才行，开发还要单独调 Search 服务。是的，因为它 Search 是收费的，挺贵的。Gemini 2回答问题比4O 更好，其实没有啊，我现在反复试了以后，觉得还是4O 更好一些。这个它可能在各种评测上更好一些吧。这个今天呢，我也差不多吧，就到这里，然后给大家欣赏一下我的睡衣，这个睡衣还是很开心的啊，哎，然后呢是有耳朵的，对吧？这个我买的是这个叫什么啊？龙猫睡衣，哎，好了，这个卖萌结束。这几年，美国进口西班牙和墨西哥大蒜显著增长，禁止大国大蒜应该问题不大，挺好，禁了吧。禁止中国大蒜是美军大蒜啊，现在是这样的啊，主要是比较好玩，而且免费啊，关键是免费。没有，这是我买的啊，他这个本来前一段时间我说，哎，我要穿着睡衣上直播，他就不同意。我说我这个生病了，我要穿着睡衣上直播，他就不说啥了。嘿嘿嘿嘿，这个挺好玩的啊，这是一身然后呢，这种毛毛茸茸的这个材质，啊，这个也很暖和啊，穿着很舒服。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化纤的啊，走到哪儿就是静电噼里啪啦的。而且还很便宜，我这一身啊长睡衣加上这个裤子，毛绒的裤子啊，这个一样材质的裤子，一共是花了我50多块钱，不到$10啊，很开心吧？能不能把背景去掉啊？每次看你视频的累着。没有，我可喜欢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跟大家讲了，因为背景太乱。美军的供应体系内不能有中国大蒜啊，挺好的。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美军的供应体系里头，你要完全去中国化的话，美军的军费至少再上涨个3、5倍吧。下次展示一下巴恩风外套，好的。这个但外套这个东西不适合在家里穿啊。对，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听着听着去你耳朵闪来闪去了似的，就是卖萌意思啊。我从来没穿过睡衣啊，这个还是挺舒服的，在家穿睡衣。这睡衣跟我家睡衣风格类似，是，这还不是摇粒绒，摇粒绒是那种挺厚实、挺硬的那种绒啊。现在墨西哥农业上去了，
今年吃了很多柿子、荔枝，不贵啊，都是墨西哥的，挺好的。我记得原来说是墨西哥种那个牛油果，都是靠这个黑帮，然后怎么去压榨农民。但是现在国内的牛油果都是墨西哥进口的吗？我搞不清楚啊。但是，我查一下，牛油果都是墨西哥进口的吗？因为中国的农民还是就是各种只要好的东西我们就拿回来种啊，只要好吃。这个中国自己产牛油果嘛。中国自己也产啊，云南就产牛油果，然后这个海南、广东、广西也产牛油果，西双版纳什么的这些地方都有产牛油果，好吧？就是中国人是这样，只要觉得这东西好吃呢，就会自己种，什么猕猴桃、牛油果、什么车厘子，对吧？所有在中国不种的东西，只有一个原因就不好吃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吃全世界的牛油果，然后可能很多还是中国自己种的。大惊喜50块钱这么大块水一是啊，很开心的啊。那个想不到老范大海不算少女心，就是这个就是给大家这个卖个萌呗。美军啊，这个还可能真的完全没有中国的东西，他们都是 Made in USA。这个千万别这么想啊，就是现在这种低端芯片基本上也被我们垄断了。因为中国人造芯片这个事儿，就是低端芯片啊，这个非常便宜，而且量非常足。美军军费又破纪录了，挺好的，花呗。他们官方供应链啊里头肯定没有啊，真不一定。同被蒙到了啊，这挺好的。火龙果、柚子，火龙果国内应该也产啊，柚子国内肯定产，大兵私购的一些小玩意儿就不一定了啊。这个我告诉你，它官方供应链里头肯定也有大量的中国产品。这个你现在离开中国供应链，不是说完全搞不定啊，就是会变贵，对吧？就跟刚才这个卡尔加厨说的，我们把中国大蒜进了也没什么。你看看中国出了多少大蒜，你把它进了以后，至少啊，这个今年、明年你吃的蒜会贵啊。至于说需要多少年才能把这个蒜价重新平抑回来，那你就等吧，对吧？这个确实关系也不太大。现在据说美国大兵最喜欢买的中国商品是这个中国防弹衣啊，这个巨好用，还特别便宜啊，比美国官方发的效果还好。然后最近还听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笑话，不知道真的假的啊。说这个在这个俄乌前线，说两边呢都在去买中国的两轮电动车啊，因为大家知道中国两轮电动车什么送外卖啊这种东西都是它，超速超载，然后那个满街窜来窜去的，对吧？效果奇好，而且还极其皮实和稳定，还很便宜啊，便宜的1000来块钱，贵的也就是2、3千，对吧？所以他们买了大量的这种东西进行单兵机动，甚至呢还可以带上100来斤的这种装备，都可以随时跑来跑去的。说实在是太爽了，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这故事有人有兴趣可以帮我核实一下。这个墨西哥牛油果不错，是的。德国、法国农业发达没错，但是德法冬天冷啊，这个绿叶菜和番茄之类的冬天靠进口。哎，这个绿叶菜这件事儿呢，就别费劲了，全世界大概绝大部分的绿叶菜都是中国种的。这个有机会可以给大家讲讲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也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了。牛油果这玩意儿我是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我倒是挺喜欢吃牛油果的，我特别喜欢牛油果奶昔。然后我老是好奇国内为啥种不出来榴莲，气候不行吗？哎，国内不种榴莲吗？我问问，中国有榴莲种植吗？海南是种榴莲的啊，海南、三亚什么都是种榴莲，云南也种，广西也在种，四川都在种啊，都是试种。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你从泰国啊，从这边买着它挺便宜的，反正种呗。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吃的话，过一段时间就都会啊吃到中国产的榴莲。反正榴莲我是真受不了，甭管是榴莲啊、榴莲糕，然后榴莲糖、榴莲蛋糕，所有跟榴莲有关的东西我都受不了。牛油果和水果种植业有效打击这个墨西哥的毒品产业，因为没人种毒品了。但据说，反正原来在国内传说就是种这些东西依然是被墨西哥毒枭控制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军费破纪录，一个是增加工资，一个是装备转型，不增加军费就不正常了啊，挺好的，加呗。车厘子还用种，本身就是樱桃，这个但是好像不知道啊，现在有那种特别大的樱桃，大概有这么大个儿，应该我觉得可能有直径应该能有3厘米到4厘米的樱桃在卖，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反正没敢买。就是以前卖那种巨大的草莓，我也不敢买啊，这个看着吓人。牛油果你当菜吃就好吃了，啊，我是各种吃法我都很喜欢啊，各种沙拉什么都喜欢。大号樱桃是的，官方供应链有这个例外列表是啊，对，这总会让你用到中国商品的。字节的豆包训练用的是英伟达还是谁的啊？这个机房和数据是在国外还是在大陆？这个还用问吗？对吧？这个英伟达的显卡2025年的订单已经都晒出来了，第一名是微软，遥遥领先，第二名就叫字节跳动，第三名叫腾讯，第四名才是美塔，对吧？然后其他的都往后排。你觉得它的大模型是用啥玩意儿训练出来的？保定阻拦索啊，这个也是个神奇的东西。对，这个我有一期节目讲的是这个工业大模底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当这个魔幻故事来听就行了。牛油果配辣酱啊，配酱油辣根儿，还是很好吃的。是的，我们家是从山姆去买那个墨西哥产的牛油果酱啊，就是它是绿色的这么大一碗儿，然后呢，这个里头有辣味儿啊，然后我估计它应该放的不是这个，应该是放的墨西哥的一些辣椒，那个是非常非常好吃，就是抹东西吃啊，或者是做很多东西啊，这个配料吃非常棒啊，包括做沙拉什么都很好吃，但是好像最近没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BBC 啊，不是前几天还做纪录片讨论中国新疆西红柿吗？哎，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这个前头其实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它有没有地方是强制劳动的？我们不能保证它绝对没有，但是呢，我可以保证说绝大部分是没有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说大家连工作都找不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方，你哪需要强制啊？我发钱强制你来摘西红柿行不行？这个还是说牛油果哈。美国军人来中国香港最爱去的地方是香港西装裁缝店，自己从本土带一套自己穿的顺手的衣服，放在香港裁缝店里48小时，给你复制来出来一套啊，料子花纹还可以自己挑选啊，价格只是原来的1/3啊。哎，其实我以前都听说日本西装是很便宜的，日本西装是可能各个地方西装里头算最便宜的，而且做的还是不错。因为日本人就是他这个上班都得穿嘛，所以他们是有非常发达的这个西装产业。而且他们那个西装就是因为日本本身的工资也没有那么高，肯定比香港低，对吧？所以他们的西装应该会更便宜一些。确实啊，我2个战术背心美国产的300刀，国产的800人民币，都是尼龙，谁看不起谁呢？好吧，海南不是有榴莲啊？是有啊，国产榴莲肯定有啊，只要有人卖就行。这个防弹衣肯定是段子啊，美国大兵不会自己买防弹衣啊，就像他们不会自己买机关枪挂着。这个呢，我觉得你就是想的有点不一样了啊。这个美国大兵自己去买各种装备这个事儿还是蛮多的啊。那么机枪这个事儿呢，你可能确实不能买，
但是保命的东西或者很多小东西呢，他们还是喜欢买的。我记得当时是讲过，是可能德国兵，就是二战的时候吧，德国兵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国家的兵呢，他的这个装备都是就是标准化的啊，你是不能有任何改变的。然后呢，美国兵是喜欢在自己的这个各种装备上改来改去，然后这个甚至还有时候用一些缴获的设备，对吧？你去看这个二战的很多电影，他们特别喜欢去缴获德国的那个鲁格手枪。但是呢，使用缴获设备在这个战场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大忌。为什么？一个是它的这个维护保养比较麻烦，而出现各种问题，就是你也容易出事儿啊。还有是什么？就是因为战场上还有间谍嘛，你使用一个缴获设备，万一被自己人误伤了怎么办？啊，这个事儿是很讨厌的。但是美国兵啊，就是自由散漫惯了，他们就这么干啊。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们在这个购买这个防弹衣这事儿呢，我是国内其实报道蛮多的啊，因为确实也不贵，而且保命啊，对吧？还是这个还是他们会自己去干这个事儿啊。法国葱姜蒜都比较贵啊，的精打细算是作为山东人，这个很痛苦啊。这个好吧，这些东西在山东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啊。海南榴莲产量还是不够，对，就是有两个商品，两种植物，一个是榴莲，还一个是椰子啊。椰子中国也产，但是呢，我们买了大量椰子，其实也都是进口的，因为人家真的是便宜。广西种火龙果遍地都是，好吧，嗯，先喜欢上吃黄油配吐司，然后把黄油换成火龙果，你就喜欢上它了，好吧？这个它确实是有点黄油那感觉啊。战术背心啊，战术背心和防弹插板是两个东西啊，是的，是那榴莲价格不是降不下来了，这个关键是你能够消费多少，如果你消费的足够多的话也行。你比如中国人吃全世界60%的西瓜，对吧？咱不要说出口，就光我们吃就吃全世界60%的西瓜，那中国的西瓜得有多便宜，对吧？那就种呗。如果中国能够吃掉全世界60%的榴莲的话，那榴莲也会便宜的啊。国产插板我也用过，好吧，我是受不了螺蛳粉，螺蛳粉呢是不能闻啊，吃的还是很香的。中国如果能造芯片了，美国制造业不知道还能剩下啥啊？这个现在美国制造业就是高端芯片嘛，这个低端芯片咱们还是造的很开的。牛油果一点风味都没有，我还是喜欢吃牛油啊，不要果。牛油我也很喜欢，牛油果我也很喜欢啊。草莓问题不大，我老家就是丹东的，好吧。但我还是喜欢吃那种叫软草莓啊，或者叫小草莓，就是它，比较小，然后呢很香啊。那种大草莓就一点味儿都没有，还能造军火，美金还支棱着啊，一个螺丝8万美金啊，挺好的。认准99啊，红颜的 IP 好吧，这就没法整了。牛油果是热带植物，肯定不能哪儿都能种。哎，但中国有些地方也挺热的。我觉得还是因为地儿少啊。日本的西装美国人穿不进去，没有啊，但反正我看很多中国人跑到日本去买西装啊，你当然让他定做呗。你刚才讲那个西装，他不也是美国拿着那个衣服回来去定做吗？美军去香港订西装，香港人现在都去广州订了，好吧，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日本人太喜欢穿西装了啊，是的，日本他只要上班就一定是西装，强不强制啊？得看怎么强制。是啊，这个给你钱强制你来上班。前两天有一个新闻在国内也是爆棚了啊，说那个意大利逮了一个那个黑工厂，说一帮中国人在里头去干活，然后这个待遇怎么差，怎么那个辛苦，然后这个如何不人道，然后到国内一放来说，你让我去吧，我也想去，对吧？都变成这样了。我说的是2000年初的时候啊2020多年过去啊，那倒是，这个但是现在就不知道了啊。嗯，缴获设备好啊，这个美国市场现在二手的德国老枪都是当年大兵配回来的，是的，是这样的，这个美国大兵是这个自由散漫的比较厉害。
我就有一把二战的 P38啊，那你很强。但我觉得论改枪改装备的话，最强的应该是以色列的士兵啊，就是他们是鼓励这个士兵自己去修改各种的这个战备，对吧？这个比如说弹夹，这个两个弹夹这个缠在一起，反过来再直接可以用啊，什么这种事情，就是很多我们在枪战片里看啊，但是就是大部分的国家还是不鼓励这么干的。但是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好像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枪托不好吗？你自己锯一截，然后你只要自己舒服就行，对吧？他们是这样的。防弹衣的防弹插片，中国的这个质优便宜，出口量好像也挺大的。是的，美国二战缴获鲁格手枪只是为了收藏，那玩意儿爱走火，那就不知道了。榴莲椰子都是热带水果啊，海南肯定种。是的。说到大蒜，现在只有 Costco 的品质像小时候的一样，就是从旁边路过可以闻到蒜味儿，其他的放在鼻子底下没味儿。这个估计都是硫磺熏过的啊，这玩意儿就跟牛肉一样啊。南美的牛肉进口，所有费用加起来售价还是比国产牛肉低啊，进口检疫，还避免了很多质量问题。那谁还买国产牛肉啊？这倒是真的。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喜欢阿根廷的米莱，就是因为我们吃到了便宜的牛肉。这是哪段啊？这个德国、法国冬天进口蔬菜，并不是说从大国进口，是从荷兰、土耳其啊。这个看呗，他们肯定有很多东西，中国的出口量是占全世界的50%以上的啊。这个你也不要老这个觉得中国离开了中国，大家都活得很开心。西装1000人民币以内定做，半个月拿到手。做销售3件套的服装，厂直接被打趴下了。是的，现在西装就是一两千块钱，但是一两千块钱的西装好像就料子会差一些啊，就是你要订好一点的，可能还是要稍微贵一些，要个大几千吧。我今年在东京西装店定做了一套，是7万日元，7万日元应该是3000多人民币嘛。不带衬衫领带，挺好看的，很合身这不挺好吗？国内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就是你如果是做的好一点料的话，差不多也是这价格。日本人很少穿西装了，这10年提倡便装了，是吗？但我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很多人还是穿着西装的，至少在办公室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学美的，好多都是老美在越南、阿富汗的经验。当然啊，这个相互交流，好吧。大兵爱穿这个是什么战术鞋？还有 Under Armour 的紧身衣，这个是为什么？欧洲大部分国家从西班牙进口蔬菜，这个是挺好的。当年这个富士康不让加班，是的。哎，这个我觉得这就没法讲了。这个关于劳动法的事情，如果这个不让骂人的话，就没法讲，对吧？本地菜市场牛肉一炒一锅水，网上买的南美牛肉只有牛肉香，差太远了。哎，南美牛肉确实是好啊，这个真的是真的。自由散漫的美国大兵是电影啊，基地里的这个我们这里有美国大兵啊，你不要乱讲。中国的战术靴不行啊，质量太差。前几天国内朋友买了，直接开胶啊。战术靴它是这样，就是真正的这个军用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国内呢，因为有大量的这种叫军品仿的啊，那个是确实不行的。这个菜市场的肉档挺神奇的啊，本地不养牛，屠宰场都没有，还经常吹本地牛肉，这也就是为了提高转化率嘛。你说什么你愿意买你就买就完了，对吧？你说哎，我这个一定要说是这个阿根廷牛肉你才买，他就保证这牛肉就是阿根廷来的。至于这牛肉到底哪来的，你管得着人家吗？对吧？哎呀，行了，这个呃聊天的这个还是很辛苦的啊，我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大家这个也周末愉快啊，然后
周末期间我如果状态好的话就接着更新，如果状态不好的话就让我休息。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结束直播。